乌克兰国产武器登场，俄罗斯战略失败。9月份，乌克兰国防公司展出了一批自主研发的国产武器，包括 Slim B 激光炮塔、可实现量产的弹道导弹 FP7 和 FP9。战争是武器的催化剂，也见证了乌克兰军工的蜕变。从前的乌军6把 AK 焊在一起拦截俄军无人机，到如今自主研发，打得俄军如同无能的丈夫一般，只能眼睁睁看着列宁格勒州基里希炼油厂炸瘫。这一改变表现了乌克兰对强化自身军备以及发展本土国防工业的高度重视。那么这批最新展出的武器具有哪些性能，将如何影响俄军的战略部署？据乌克兰国防媒体 Meltony 9月4日报道，制造出鼎鼎大名的火烈鸟导弹的 Firepoint 公司在波兰 MSPO 防务展上宣布2款新型弹道导弹 FP7 和 FP9 的研发计划。看到这2枚导弹，不少朋友估计都会翻白眼。弹道导弹有啥稀奇？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乌克兰是在宣布研发弹道核弹。实际上 EP7 和 EP9 的诞生绝不亚于欧洲出兵俄罗斯，美军驰援乌克兰，他们是泽连斯基手上最强的底牌之一。除了这2款弹道导弹，乌克兰 Fotam Robotics 公司还推出了一款 1.5 千瓦的激光炮塔 Slim B， 可以有效消灭1公里范围内一切无人机和其他空中威胁，有望成为防空与反俄军无人机的利器。2种武器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乌克兰自主研发的国产武器，它们的诞生是乌克兰在战火中独自升级的缩影。至于对俄乌战争的具体影响，我们可以从它们的性能上看。一般来说，弹道导弹都是昂贵的代名词，威力惊人不假，价格也惊人。例如俄罗斯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一枚售价在200至300万美元，这还是近程弹道导弹。如果射程1000公里以上的中程弹道导弹，单枚成本堪比战机，但 FP7 和 EP9 却不在此列。EP7 属于近程导弹，最大射程200公里，战斗负重150公斤，飞行速度达5400公里每小时，从发射到击中目标理论上不超过25秒，主打一个快很准。这款导弹无论是速度还是力度都属于顶尖的那批，但更重要的是它还很便宜。EP7 在结构上做了很大的文章，它去掉了复杂的设计与昂贵的材料，成本低，制造流程短，可以实现大规模量产。未来投入俄乌战争，足以对俄军防御设施进行持续饱和打击。另一款乌克兰国产武器 FP9 在性能上略胜 FP7 一筹，这款导弹打击距离超855公里，可携带800公斤的弹头，速度上更夸张，高达7920公里每小时，能以极快的速度深入俄罗斯境内甚至大后方，为乌克兰提供更广的战略打击范围。这2款乌克兰国产武器完全打破了大家对弹道导弹的刻板印象。一般而言，弹道导弹都只能用来打击比较重要的高价值目标，几亿美元摧毁移动建筑，损坏一架战机，并非开玩笑。乌克兰却能在保留力度与速度的基础上实现低成本量产，自主研发技术着实让人惊艳。这种设计出发点某种程度上完全契合了乌克兰的战时需求。正如军事专家德米特里·科尔涅夫所言，类似性能参数的导弹，北约和美国送了不少，但它们并不具备实战效能，只是威慑俄军的吉祥物，因为储量太少了。对乌军而言，只有大规模量产的导弹才能满足持续作战的需求。未来的 FP7 和 FP9 如果能经受住战争的考验，甚至可以远销海外市场。除了 FP7 和 FP9， 还有一款乌克兰国产武器值得我们重点关注。Fotam Robotics 公司在国防科技展上首次展示了激光炮塔 Slim B， 这是一款重量不到50公斤的轻型激光武器，在动辄数百公斤的激光武器中，它简直轻得像一根羽毛，哪怕单兵也能扛起。乌军将该武器与无人地面载具整合，赋予其更灵活的作战弹性。除了摧毁1公里范围内的无人机， Slim B 兼具光学干扰模式，可暂时扰乱2公里范围内一切有敌意的无人机传感器和固定式的监视光学系统。既支持自主操作，也可以通过 WEB 应用程序进行远程控制。据生产商 Fotam Robotics首席执行官伊霍尔所述， Slim B 发射的激光光束不可见且无声，
武器炮塔对远距离排雷以及引爆炸弹上有着非凡的实战效果。乌克兰集中展示的3款武器最初定位为俄乌战争服务，单看性能与实用性，的确能给俄军带来难以想象的麻烦。但战争往往瞬息万变，再精密的武器，具体到实战中，往往雷声大雨点小，一落地就哑火。更不用说还是3款只存在理论数值的武器。那乌军为何还对 Slim B 与 FP7、FP9 有这么大的信心？我们的视角需要回到俄军正在实施的战略上。目前来看，俄军的侵略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首先是巩固现有的控制区域。7月份，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已有超过21万合同兵和超 1.8 万志愿兵进入部队，表明俄军意图通过大规模征兵维持对侵略区域控制的野心。其次是实施持续不断的消耗战，采用滑翔炸弹和无人机等远程武器对乌军领地发动袭击和破坏，或者与乌军激情对轰，铁了心消耗乌克兰的装备底蕴。最后一个为切断乌克兰的补给，对港口、铁路等交通枢纽进行破坏，以削弱乌军战斗能力。上述侵略环环相扣，如果他的对手还是那个6把 AK 和一起打飞机的乌克兰，恐怕俄军真能实现最初的战略目标。但如今3款乌克兰国产武器的问世，注定了俄军的战略只会迎来失败的结局。之前我们提过 ，FP7 和 FP9 拥有极强的量产特性，再加上低成本的优势，以乌克兰的工业基础，足以快速实现从流水线生产到投入战场的一条龙服务，为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装备对抗消耗上争取巨大的领先。而且 FP7 和 FP9 可是实打实的弹道导弹，俄军不可能继续用无人机和滑翔炸弹这种低成本低破坏力的远程武器去跟他们对抗，他们要么启用单枚数量数百万美元的拦截弹防御，要么拿出仓库里造价不菲的导弹进行不平等的对轰，无论哪种画面都能让俄军肉疼很久。在对俄军的战略压制上，消耗战只是一个开始，阵地战才是致命的。随着俄乌战争持续，俄军占领的据点越多，后方就不得不调更多的兵力支援，这时就该 FP9 出手了。这枚导弹构造简单，威慑力却一点也不简单，射程达855公里，理论上可覆盖俄军纵深指挥中心和后勤节点的目标，而且还是持续性的打击，后方都保不住了，俄军还谈什么前线阵地得失？于是更多的防御设施只能调往大后方。如果俄军这样做，乌军就能获得反攻的主动权。关于俄军最后一个战略部署，切断乌军补给的问题，乌克兰该如何解决？ Slim B 给出了思路。这款激光武器侧重于防空与反无人机领域，拥有紧凑的外形和先进的定向能打击性能，在精确跟踪快速移动的空中目标方面具备出色能力。其设计初衷主要针对频繁破坏交通枢纽以及打击补给线的无人机和空中火力。据 Fulltime Robotics 团队所述， Slim B 目前正在进行特别优化，除了配套的自动瞄准模具，还准备了一种小型部队使用的轻型工具，士兵可以用其近距离瞄准并禁用那些低空飞行、准备与 Slim B 同归于尽的无人机。此外，团队还表示，接下来将持续改进、完善各项关键性能，实现更可靠的自主作战效能。未来投入使用后，帮助乌军应对与日俱增的无人机与制空攻击弹药威胁，实际上就是保障乌军补给线的稳定性。综合来看，3款武器性能各不相同，却都对俄军的入侵战略进行了教科书般的拆解。俄罗斯想要在前线发动进攻，就必须考虑后方能不能守住；若想破坏乌军补给系统，就必须耗费巨大代价去摧毁机动性极强的 Slim B 单元。俄罗斯战略的失败，说到底是武器装备研发上的失败。乌克兰在自主研发国产武器这条路上走得显然比俄罗斯更远。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一直饱受侵略，仿佛什么都需要别国援助的乌克兰，其实已经逐步建立一个足以抵挡俄国战车的军工体系。从一般印象来看，过去的乌克兰往往习惯于外部安全保障的思维，近一点有北约保他，远一点还有世界头号军事大国美国的照应。在军事领域，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苏联的基础上修修改改。如今来看，无论是 Slim B 和 FP7、FP9， 还是几周前公布的射程超3000公里的火烈鸟巡航导弹，乌克兰的想法已经很明确，他想构建一个覆盖战术到战略的全方位军工打击体系，然后将强化自身军备和发展本土国防工业作为确保国家安全的基础。乌克兰有这种变化，其实并不奇怪。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签订，这条备忘录又叫做安全保障备忘录，意思很明确，要求俄罗斯、美国、英国3国不会对包括乌克兰在内的3国使用武力，以此换取3国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很可惜，合约并没有起到作用。
乌克兰原本拥有世界第3大核武器储备，文件一签，基本告别了核武，最大的威慑手段也就没了。于是有了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2022年更是爆发了俄乌战争，一直持续到现在。在此之前，盟友虽然向乌克兰提供了军事援助，但掌握在自己手里的实力才是最可靠的。目前的乌克兰军工体系主要从2方面发力，首先是不对称作战。火烈鸟研发的初衷是为了让乌克兰拥有价格便宜且威力巨大的国产远程导弹打击手段，既是威慑也是进攻。还有 FP7 和 FP9 与火烈鸟的设计思路相似，都是通过货架产品建造一款性价比高、能快速生产的远程武器。这的确会产生一定的缺点，但量多威力大，再加上大量国产 FPV 无人机进行饱和式打击，进而解决容易被拦截的问题。所谓一切恐惧都来自火力不足，当火力够足的时候，恐惧的就是对方了。所以乌克兰军工的不对称作战不强求一时的胜负，而是从长远的角度考虑，打造让对手疲于应付的武器，慢慢磨损掉俄军的战略企图。这种作战契合俄乌战争最大的需求，俄军可以花大成本、大力气完成突破，但一定会付出绝对无法接受的代价，然后不得不陷入制衡局面。可对于侵略方俄军而言，制衡便意味着其战略目标已然失败。另一方面，全民韧性防卫也组成了乌克兰军工体系的重要部分，其不仅仅提升军队的战斗力，还要提升基础设施的防护，健全动员体系，将整个社会视为国防体系的一部分。通俗来说，每个人都成了军工体系的重要组成。就火力军而言 ，Slim B 和 FP7、FP9 为乌克兰军工体系的2方面提供了实现的可能。当然，也可以视作乌克兰国防摆脱军援依赖、构建国防自主性的一个缩影。不过，这倒不是说乌克兰完全摆脱了国际援助。乌克兰追求国防自主，其与俄罗斯撕毁和平条约不当然有关，也在于国际军援的不稳定，因此就有了一个双轨政策。这个政策分为内外2轨。首先，对内为发展本国军事工业，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消息，研发出 FP7、FP9 和火烈鸟导弹的Fairpoint 公司将在12月于丹麦的一个军事基地内开始生产固体火箭燃料，似乎是准备玩不大的，给俄军一点乌克兰式震撼。Fairpoint 公司最近出了很大风头，不过比起巴瑞伊公司还是略逊色了一点。这家公司由乌克兰国防部在内各官方部门联合创立，来头不容小觑。在乌克兰国防科技股2025展会上，白瑞伊推出了一款多功能固定翼货运无人机，该无人机的轰炸机版本可携带3枚重8.5公斤的小型炸弹或1枚重25公斤的炸弹，飞行距离超500公里，既能当货运机，还能当轰炸机和自杀式无人机，组成乌克兰无人机体系的重要部分。此外，乌克兰早已投入实战的波哈达纳自走炮也是乌克兰自主研发武器的代表。双轨政策的另一条轨道，即是对外与北约建立采购系统。北约拥有强大的军事底蕴，还有美国的支持，从成品武器到原材料应有尽有。乌克兰足以借此建立更稳定、更多元的军备供应链。另外，北约确实客气，向丹麦除了给乌克兰腾地方生产固体火箭燃料，2022年以来还一直提供经济援助，迄今已支援了约106.9亿美元。至于法国、德国的援助，更不必多说。总的来说，乌克兰军工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家大业大至一无所有到现在蓬勃发展的过程，发展领域逐步由无人机拓展到导弹，类型多种多样，最终目的就是构建一个遏制俄军侵略行为的军工体系。历经3年战火的乌克兰承受住了血雨的洗礼。FP7 和 FP9 并非乌克兰自主研发国产武器的极限，只是一个开始。当乌克兰军工体系彻底发力，在厚积薄发下，俄军将为自己的入侵付出惨痛的代价。好了，今天关于乌克兰国产武器的故事就到这里。近年来，乌克兰国产武器层出不穷，从无人机到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或许每种武器都不是世界顶尖水准，但它们的诞生表明了乌克兰坚决抵御俄军的韧性。更不用说，不少武器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各位认为乌克兰还有哪些国产武器有可能影响俄乌战争的格局？您对乌克兰目前的军工体系以及双轨政策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